每每看到焰火，柏智就会情不自禁的多看两眼，但此刻的他什么也不记得，只知道自己要不断的变强。他便是鬼王手下的得力干将，上弦之三猗窝座。100年之后，时间点来的炭治郎等人乘上无限列车，下线之一岩木很快被炭治郎等人消灭。在岩柱炼狱信主郎的保护下，车内200号乘客无人死亡。可就在这时，猗窝座从天而降，收到了无惨的命令，要将这里的鬼杀队成员全数屠尽。本来不屑于屠杀弱者的他，却没想到眼前这穿着火纹长袍的人拥有着千锤百炼的斗气，实力竟然已经逼近他一直想要踏入的至高领域，是个绝对值得一战的强者。拥有这能感知斗气的能力，猗窝座也能感受到，除了这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弱者。为了不让弱者干涉他们的战斗，一眨眼便杀到了炭治郎眼前，想要先解决掉无关人员。而炼狱自然是不会答应了。就这样，一场上弦和筑基的战斗由此展开。没有及时交手，炼狱问道：“为什么要对一名伤员动手？”“因为我觉得这个小鬼会妨碍到你我的谈话。我非常厌恶弱小的人类。”仅仅2句话就让炼狱明白了，他和眼前这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但猗窝座却毫不在意，和往常面对强者一样，直接抛出了橄榄枝，想让炼狱也变成鬼，如此才能变得更强，达到武道的至高领域。而回应他的自然是炼狱钢铁般的意志。在炼狱看来，强大这个词汇绝非只能用来形容肉体，既然话不投机，那就开战吧。术士展开，大战一触即发。很快一轮交锋后，只见炼狱浑身是伤，甚至瞎了一只眼，而猗窝座被砍伤的胸口眨眼间就痊愈了，这便是身为鬼的优势。为了保护车上的人，本就精疲力尽的炼狱在几轮交锋后砍下了猗窝座的一侧身躯，但自己也被贯穿了胸口。保持着这样的动作，猗窝座呐喊着让炼狱赶紧答应他成为鬼吧。但炼狱脑海里此刻已经开始了走马灯，母亲的出现让他重新握紧了刀，用力砍在了猗窝座脖子上。朝阳正在缓缓升起，猗窝座瞬间明白了自己竟然和此人战斗了这么久，并且此刻他的左手拔不出来，被炼狱强行束缚住了。这时候炭治郎和伊之助也恢复了些力气，准备抓住时机砍下他的脑袋。情急之中，猗窝座一咬牙，直接自断双臂逃了出来。阳光就快照到这边了，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逃进了树林里。但临走前还被他眼中的弱者一刀贯穿了胸口，并冲他嘶吼着：“胆小鬼，不许逃！是炼狱先生赢了。”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类，不能愈合伤势，也保护了所有人，所以这场战斗是炼狱先生赢了。话还没说完，猗窝座早已经逃之夭夭了。很快，他向无惨汇报了任务情况，本以为杀掉了一名柱也算不错了，却没想到无惨大发雷霆，臭骂了他一顿。心里很不爽的他，只能将这份仇记在了炭治郎身上，发誓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就这样过了有大半年，炭治郎一行人经历了花街之战。上弦之6兄妹被消灭后，无惨召开了上弦会议，命上司上午前往刀匠之村。猗窝座本就非常厌恶专吃女人的上弦12童魔，在他阴阳怪气的几句下，先后2次锤烂了童魔的脑袋，但第2次却被上弦之一黑死木斩断了手臂，并警告他要注意身居下位者的身份。猗窝座只是回应了一句：“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会议结束后，上司和上午入侵刀村，最终为炭治郎、祢豆子、玄弥、蜜梨和武一郎几人合力斩杀。但这一战被无惨得知了祢豆子克服阳光一事，无限城大决战由此展开。时隔1年，猗窝座再次对上了炭治郎，复仇之战正式展开。更有趣的是，和上次一样，又有一名柱和炭治郎同行，但不同的是，这一次炭治郎不再是累赘了。一轮交锋后，他发现此刻的炭治郎简直判若两人，但不知为何，曾经因为他是弱者才感到厌恶，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强者，这种厌恶感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眼神、声音、说辞都让他觉得像把锉刀在蹂躏他的五脏六腑。突然间，他明白了，他是从生理上就无法接受这家伙的存在，他的每句话都在刺激他内心深处早已忘掉的记忆。突然，他感受到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只有在大家的帮助和教诲下，才能融会贯通，再踏实的坚持个10年、20年，学有所成，到时候自然轮到你想办法帮助别人了。他下意识地将手推开，但回头却发现根本什么都没有。这股异样自然又被他算在了炭治郎头上，进攻更加猛烈了。战斗逐渐进入了高潮部分，炭治郎回想起了父亲的教诲，领悟了通透世界，义勇也在战斗中开启了斑纹，终于在2人的合力下成功将他斩首。但在意识到炭治郎领悟到的很可能便是他所追求的至高领域，一股耻辱和不屈令他还没有放弃，心底里的执念也在告诉他，他还要变得更强才行。
这一刻，失去了脑袋的他并没有消散，术式展开，他成功克服了斩首的弱点，变成了像无惨一样的究极生物。随后一击重踢，直接将炭治郎踢晕了过去。就当他要下死手的时候，浑身是血的义勇挡在眼前，嘴里嘶吼着，想要杀炭治郎的话，得先踏过他的尸体才行。突然间，那道声音又在脑海里浮现：不屈的精神，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绝境，都绝不轻言放弃。博志，你我并非武士，所以不能战斗，但可以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咱们的武器只有自己的双拳。可即便是这熟悉的身影，也拦不住现在的他必须变得更强才行。这时，一只手拉住了他，来人正哭着让他快住手吧，博志哥哥。一瞬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重病父亲的离去，进藏师傅的接纳，还有和他许下婚约的恋雪。这段回忆部分详情可观看上片。曾经的恋人和师傅被小人毒杀，他的大仇得报以后，没来念想，被无惨找到，最终才变成了鬼。这段一世的惨痛回忆终于想起来了，但这样凄惨的过去，现在看来是多么滑稽又无聊啊！就算他现在死去，也肯定去不了他们所在的地方了，毕竟他的手上沾满了太多鲜血。就在这时，炭治郎从昏迷中清醒，竟然看到伊欧座的脑袋已经在复原了，再不阻止他就没机会了。可刚冲到一半，手里的刀竟然脱力飞了出去，但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直接一拳抡在了伊欧座脸上。哈哈，这位少年，还是重新做人吧。这一刻，炭治郎的拳头就像曾经的师傅一样打醒了他。他总算明白了，他所厌恶的弱者，其实是那些不敢堂堂正正战斗，只会在井里下毒的小人。那一天，倚仗着夜晚和鬼的优势，在炼狱保护了所有人精疲力尽后，再选择和他交手。这样的他，又何尝不是那些卑鄙的小人呢？还有缺乏自制力，遇到挫折就用守护之拳掠杀他人，用鲜血玷污了师傅所珍视的东西，还违背了老爸最后的遗言。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其实他真正想杀的人是他自己。炭治郎其实并不是他厌恶的人，相反，应该是他所尊敬的人。在那一瞬间，他已经输得彻彻底底了。想明白一切的他，选择了攻击自己，走马灯也如期而至。最先离他而逝的父亲出现在眼前，博志竟然下意识地问道：“老爸，你现在还难受吗？”仿佛他又回到了曾经照顾父亲的时候。父亲摸了摸他的头，向博志说了声谢谢。下一刻，父亲的身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庆藏师傅。哈哈，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师傅的徒弟，我们不会抛下你不管的。不过，凭我们是没办法带你去天国了。突然，那只手狠狠地抓住了他的头发，原来是无惨。你不是想要变得更加强大吗？你真的甘心就这样结束吗？一窝座。无惨的出现又将他拉回了现实。没错，他是一窝座，他要变强，他必须遵守约定，变得更强才行。够了，博志哥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恋雪的出现正式宣告着一窝座这个角色的结束，脸上的纹路缓缓消失，他又变回了曾经的博士，投入了恋雪的怀里。他释放了所有的压力，不停地向恋雪道歉，没能遵守约定，好好保护他们。恋雪只是轻轻地抱着他，说道：“欢迎回家，夫君。”至此，一窝座的身躯消散在空中，博士也和恋雪淹没在火海里，在恋雪的陪伴下，一同前往了地狱赎罪。到这里，一窝座的一生算是画上了句号。虽然结局并不圆满，但好在鳄鱼老师手下留情，以另一种方式让他和家人们团聚了。全片仅用了10话左右，就刻画出了这么一个鲜活饱满的人物。从年幼的失去亲人，到重获新生，再到失去一切，最终化身为鬼。几经波折，呈现出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三哥。恨一窝座杀害了炼狱，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但又爱博士的执着和坚强。其实更多的是心疼，心疼他一生都没有如愿以偿过，甚至最后化身为鬼后，都还在执着的要变强，只是因为潜意识里告诉他要完成一个约定，那个在漫天烟花下对心爱之人许下的约定。另外，《无限列车篇》大电影最近不是上映了吗？肯定有很多人不了解漫画剧情，不了解一窝座这个人物，会因为炼狱的死非常讨厌一窝座。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刚看列车篇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既然能看到这里，那肯定对一窝座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结合上片一窝座的过去，虽然不能说完全洗清他的罪孽，但也不至于再厌恶这个角色了。如果你身边还有只看了大电影而厌恶甚至咒骂一窝座的，那么你可以向他讲述这段故事，或者向他推荐麒麟的视频哦。好了，接下来麒麟整理了所有关于一窝座的基本资料，包括出场章节、年龄特征、血鬼术介绍，甚至精彩评论等等。只要是关于三哥的，在这里通通都能了解到哦。最后，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人物传记会陆续更新。那么本期视频在接下来的资料介绍后才会结束。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
なる心震える手は掴みたいものがある、それだけさ。夜の匂いに空に選んでも変わっていけるのは自分自身だけ、それだけさ。強くなれる理由を知った僕を連れて進め、どうしたって許せない夢も止まれない今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ならありがとう悲しみよ。世界に打ちのめされた明るい意味をしたグレーの花の咲き誇れ運命を照らして。耳を刺す戸惑う心優しいだけじゃ守れないものがある分かってるけど